好，那么因为总预算，赖清德就说你们蓝白你们要弹劾我，就说你总预算。那因为呢有很多，就我们的制度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没有预算，联邦砍掉了就很惨啊，连飞航塔台管制员都没有薪水啊，哦什么联邦的图书馆啊、国家公园啊什么通通停，我们不是的，我们是过去编的预算，你可以照样用，只是新增的预算哦，你不能够新编，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旧的啦，特别是什么公务员的这个什么薪资啊，什么都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我们政府照样运作哈。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嘛，比如说他们讲那个 TPAS 哦，可能就会影响了啊。那中央有补助的什么都有问题。那所以国民党跟民进党说这样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对于跟民生有关的先审查？所以新兴的预算先审查。那赖清德说你们为德不足哦，你们哦这选择性的哦。而且呢，国防预算才重要，为什么不审国防预算呢？老共马上打来啦，哦。那另外呢，听说国民党想要放行 TPAS 等这些新兴的预算，那民进党团书记长这个钟嘉宾就说，总预算不是自助餐啊，要审这个不审就那个，要就统统过，要不然就算哦。那但是国民党里面听说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统统不要给哦。那另外呢，罗志祥说，如果 TPAS 断吹的话，最后会是赖清德啊。因为当时立法院已经通过的，比如公教人员调薪啊、什么军人啊，你不编嘛？哦，等等，为什么不编呢？哦，那另外呢，因为影响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他们用个 TPAS 比较便宜啦，因为这个地方常常通勤，互相来互相去。有人可能在台北市上班，但是住在基隆哦，或是甚至呢住在桃园到台北市来，反正就互通有无嘛，所以本来就很贵啊。那现在 TPAS 1200就通通包了，有人可能要花2-3千块啊，哦。所以呢，他们今天商量对策哦，那决定了怎么样就是不能让 TPAS 中断。所以呢，总预算审查完以前，地方先带电，地方也不是都没钱嘛，我们先把其他钱挖东墙补西墙，这个钱拿过来先垫这个，所以你们继续可以有补助，有 TPAS 哦，所以呢，这个放心啊，不会让你们交通增加这个很多的钱。那蒋万安就喊话了，说应该看陈水扁，陈水扁那也是立法院。这个嘲笑也大啊，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看陈水扁至少会用唐飞做行政院长啊，或是呢尊重在野党的意见啊。那你现在统统自己干，你明明旗帜不够，然后呢这个独霸什么要自己干就很难嘛啊，就是当然就在野党就跟你处不好嘛，所有的这些提名也都你自己提了，统统自己独吃啊，民主不这样搞的啊。那如果 TPAS 断吹的话呢，火车跟客运他们搭车的人呢担忧了。说这个影响比营养午餐大了哦，营养午餐只有学生，现在少子化，学生越来越少，但通勤人很多。我们看一下，通勤组它的成本大概是2100，那我们是用1200的票价来卖所以大概就统计组可能会多发费900元。它的补贴款呢是先用我们地方政府先行来代支，目前倒是还没有考虑到去增加费用这样的一个选项。基北北桃4县市紧急讨论 TPAS 通勤月票后续经费安排，目前仍会维持1200月票，预计可支应到5、6月，但因为整体年度经费约需60亿元，其中超过一半仰赖中央补助。以台北市为例，每年支出约30亿，市府自筹约13到14亿，其余大约15亿以上都需由中央挹注。要中央预算迟迟没通过，势必就只能先用4市地方预算支应。他明确的沟通只有告知我们说，这个剩余款不得支用，然后这个过去产生的利息必须缴回，那必须要持续的向前去因应推动。地方希望中央尽快挹注，立院国民党团预计先放行部分预算，像是 TPAS， 原本蓝白党团13号列入院会议程，但是黄国昌的访美行预计周5院会处理，但此举就遭总统批评为德不足，荣泰也回击挑3拣4，行政院还是必须要坐下来好好跟立法院沟通，不是最多人会痛的预算需要赶快审，难道国防预算不重要吗？总预算卡关波及民生预算，地方喊话中央也急找解方。来，先请教2位台北市议员，来，采薇。
我想这完完全全就是中央摆烂，然后地方在帮忙想办法，在帮忙擦屁股嘛。中央到现在都还只是想要政治盘算、政治操作，但完全没有想过地方的一些利益，而且是人民的利益。其实当初 TPASS 就是国民党的几位县市首长，那个时候还是候选人提出来的，他们所提出来，然后民进党割到尾，甚至还要冠上这个行政院 TPASS 的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我觉得退一万步来说，只要对人民好的，民进党要怎么割到尾，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普发现金1万块也是一样。但我认为最可悲、最可恶的是，到现在行政院还想要因为政治盘算、政治的算计，不愿意依法来编列预算，但是对于台北市，对于几个蓝营的县市首长，怎么可能放任行政院去这样子做呢？让市民没有办法有本来就说好的承诺，本来就说好的福利，可以让市民去享受呢？所以现在的几个县市首长就想出了几个办法嘛，包含就是我自己先垫资嘛，那之后如果有行政诉讼要去打的话，那是之后再说。但事实上，其实这样子对于地方来说，财务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像台北市就已经很说明的很清楚，我们现在的预算对于 TPASS 的预算是可以足够用到6月的，可是6月之后怎么办？地方说实在的，财政很困难，中央如果没有想办法解决的话，那害惨的就是整个台湾人民。所以我认为，在整个6个月的过程当中，民进党应该要去好好思考，要怎么跟在野党好好的沟通，要如何去处理朝野僵局的事情。蒋万安市长就提到了嘛，这个不是第一次这个朝小野大，就是让国政运行不下去的状况。过去陈水扁也是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陈水扁愿意去沟通，陈水扁愿意去解决整个僵局的问题，但是赖清德现在不愿意。那大家在期待赖清德有可能吗？不好意思我跟大家说，我认为一点可能都没有，因为元旦文告他就已经预告大家了，开局我就是要对抗。第一天大家应该要说新年快乐，大家应该都要说好话的时候，只有我们国家元首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场合，这个元旦原告上面在骂在野党，要大家情何以堪呢？所以真的还是警告民进党，不管是总预算，不管是任何的政策，你都应该要意识到，民主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如果你连妥协，如果你连沟通都不要的话，不好意思，民进党真的不要再害惨台湾，不要再执政下去了。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台北市议会审查预算的状况在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台北市议会的预算就要来到2读我们所有1读委员会的这些预算全部都已经审查完毕，出委员会，这个礼拜开始2读但是你看这个立法院现在2026年我们已经开始了，今天录影的当下，我们现在1月12号。预算还没有通过，很多新兴计划因此打断那当然，现在不管是在 TPASS 或者是大家有说很多的这些预算，地方现在说要来垫付，那我认为这个是迟早都会通过的事情。但是我就不懂蓝白到底在卡什么，因为你看，像在台北市，民进党是在野党，那对于蒋万安，当然我们认为他施政上面有很多不满的地方，可是问题是总预算进来就是复委嘛，我们进到每一个委员会里面，一项一项逐项的审查，然后认为不对的、不当的、浮编的就删除或者是下弹书，那这个是很清楚明白的事情，各党各派都可以在委员会里面来进行表达，有争议的部分就进到政党协商。可是现在我们中央的总预算是怎样？全国总预算现在是仍然被挡在立法院外面。那大家一直讲说，那这个执政团队要跟立法院沟通，没有沟通吗？过去不管是这个行政院院长，或者是赖清德总统，不管是邀韩国瑜院长等等的，大家都要来进行沟通。可是问题是，这个僵局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解决嘛？可是问题是，受害的还是人民啊。那我觉得现在在这个僵局底下真的在这些预算里面，不能把预算当成自助餐啦。你说 TPASS 拉出来先过，然后那我就问，那治水的新兴计划呢？对不对？有很多新兴计划是因应民生，那你这些你要怎么拉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总预算在以台北市议会为例，我们都是一个案子进来之后同意，我们就复委，大家开始审查，这样子才是让大家知道说，真的国民党认为哪些有问题，你就去删除，你就去冻结，跟上一次一样没有问题啊。可是你现在卡在这里，受害的是人民。来，立法院到底怎样？我要讲一个东西，这个我们要审预算是什么？是宪法规定。宪法里面条文写得很清楚，立委有审查预算的职责，他要审查预算，他的职权。宪法给我们的
啊，宪法也有讲啊，只要经过总统公告、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案，行政部门要对立法部门来负责啊。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给军人加薪，大家刚前面几个讲了，我们今年来的话，我们的国防预算增加到9000亿啊，增加了3000亿左右啊，然后又编1.2兆的特别预算。这里面有这么多的钱，那不应该给那个辛苦的人。我们希望来的人能够好一点，素质高一点，要操作这么 high end 的这种军事武器。结果我们这样子照顾军人、照顾国防、照顾国安，难道不是吗？结果他不编的理由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只有行政部门的啊，所以这个依法你。立法院、立法部门，你不能够编说，要增加预算，这里加薪有增加预算，我就不行，我不买账。这个东西有没有违宪是大法官的决定嘛？那你现在来讲，你就不编送过来，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我还公开讲，我说这个总预算要起很简单，只要赖清德跟卓荣泰公开讲，发个新闻稿可以说，只要预算一审。我们一定会把军人加薪加上去，这句要讲出来，我们就审了啊！他们现在讲的哦，这里面有 T-Pass 的营养午餐哦，哇这都哇这哦，我都没有钱的话，地方政府受遭殃，人民受苦。我告诉各位，我们的制度跟美国不一样，我们的制度是旧的预算可以用，旧的预算是多少？我们就已经通过在实施的，就是今年的，就去年的了哈。2025年是多少？2兆9000亿、2兆8000亿左右，这么多的钱，真正的来讲的话，就是等于什么？就等于是我总预算就是现在没有审的2000多亿了，有2兆，只有2000多亿了。现在2000多亿没审，2000多亿没有审啊。那现在我们又释出一个善意，说那我们好了 ，T-Pass 我们先选，民进党的党预算，你们说不可以，你一定要全部审。问题在这里，我们就一个要求，这么卑微的要求。那现在结论是你们要不要单独拉出来，还是就算了？现在看起来是要单独拉出来，没有说要直接，那怎么办呢？我们立法院等空掉了，他现在就是要架空立法院啊，行政权完全把这个立法权全抛掉。你通过了法案3读通过，你多认真。我高兴了接受，不高兴了拒绝，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我们不能接受啊！接下来再回来，所以好，民主党主席黄国昌突然宣布要访问美国，而且去早上游说1天，访问1天，傍晚就回来，1天就回来哦。所以他到华盛顿谈什么呢？谈国防还有关税。国防当然是军事预算了，还有关税。到底美国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高的关税？到底关税要怎样哦？所以呢，这个他的采访通知是昨天礼拜天下午5点半，记者会完了就走了哦。那另外呢，黄国昌说我现在不能讲太多了哦，礼拜3回台再说明，因为怕讲多了以后搞不好就被中间阻挡了或者怎么样哈。那另外呢，柯文哲知不知道？柯文哲说他有跟我讨论过。他并不是都没有跟我讲啊。那另外呢，民进党就骂了，民进党也觉得他去就去了嘛，对不对？如果能替台湾争取到好的条件，不是很好吗？民进党就骂他，民进党又要说要拉白合作，要每天去骂他啊。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奇怪，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立法院在开会呢？动机也很奇怪，干嘛去啊？所以就骂他啊。那另外呢，民进党委员说，相信一定是非常紧急。而且呢，为什么他要去？一定是美国要问他来，为什么要阻挡国防预算？叫黄国昌去那另外呢，而且民进党委员说，你是要代表政府吗？你是执政党吗？你去干嘛？谈的有用吗？等等那问题是谈的没用，他现在立法院就挡到你们了。你自己想想看，民众党只要6个跑到民众党只要6个委员，不要8个，6个跑到民进党那边，表决就通过了。所以我也不懂啊，如果是民进党想办法要拉民众党嘛。他也在拉了，但是又在骂那民进党就说柯文哲太抢戏了，所以呢，黄国昌只好出国去搞戏了就反各种仿制。所以柯文哲最近要跑来跑去啊，对吧？还要当张启凯的竞选总干事啊，所以黄国昌在台湾没事干了，就到美国去算了就笑他了，就是笑他这个吴思瑶了等等。然后呢，还说你看现在立法院在开会，薪水小偷了。你看礼拜天晚上去，礼拜3回来。
这3天啦都没开会啦，所以呢，黄国昌说，民进党的嘲笑我，反而表示他自身的格局很低下的，干嘛要去讲这些话呢？多么难听呢？等等哈，好吧。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黄国昌到美国的事情来。针对这些国人大家所共同关心的议题，台湾民众党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真诚坦率的交换意见，那而且得到能够可以信赖的资讯。我们认为资讯不能够断裂，政务不能够停歇。临时宣布访美快闪15小时，这么急着出国，跟他们有关吗 ？AIT 处长古立言近日会见台北市长蒋万安、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臣，美方频繁接触在野党，莫非是为军购案摸头吗？党内人士澄清，去年就开始接洽，碍于国内外情势推迟时程，并非被美方找去摸头训话，而是双向的沟通协调，最终拍板11号出访。有关于台湾的国防军购或者是高关税，我们认为有必要跟美国政府针对国人所关心的这2个议题，能够有机会面对面，那同时也能够第一手获得正确、可信赖的资讯。这也是黄国昌首度以民众党主席的身份拜访美国。来，齐凯，你们民众党对啊，民进党一直在制造问题啊。现在台湾民众党去美国帮民进党解决问题，我们像为了台湾后，我们全力来做。国昌说这个是闪电，而且是精准的。为什么叫闪电跟精准？前后只有3天，最主要是今天啊，到了以后密集的谈。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内幕哈，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国际部跟美国那边联络，有一些美国的相关的这个部门跟官员。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而且有2个大的议题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1.25兆这个经过了，然后讲现在除了赖清德总统自己去讲去美国投书完之后，他1.25兆到底有多少项目都讲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初步有讨论，就是说，如果是美国已经公布的那3000亿，在特别条例里面，我们甚至把这个上限不要是1.25兆，美国既然讲的这3000多亿，我们把这个上限定在3000多亿。然后我们可以先审这个特别条例，这样就解决了嘛？那我们去把这个事情问清楚，好，把1.25兆这个事情，经过这个事情把它问清楚，回来跟民众就会讲清楚，不要像民进党比黑箱还黑箱，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也是非常严重的，你看从去年的4月份开始，愚人节我们被惊吓醒来之后，本来民进党叫我们安心睡，对不对？后来一个高关税打下来，我们被惊醒之后，到目前为止所有高关税相关的事情都没有定案，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定了，对不对？只有台湾没有都没有所以我们这趟去，我们针对高关税，特别是我们目前我们的关税是刚赵大哥讲的20+N，人家我们的竞争对手日本跟南韩都已经降到，透过谈判已经降到15%了。我们现在传统工业跟中小企业苦不堪言，真的是太惨了，很惨。所以我们这次是去解决这2个大的问题的。那现在民进党就见缝插针啊，他说你怎么挑这个时间点去？那当然就是因为透过我们国际部跟美国那边已经谈好了，所以去是非常精准的。他们又见缝插针是什么？柯文哲晓不晓得？柯文哲当然知道啊，柯文哲这个礼拜天跟我一整天，他一直到今天中午都跟我在一起啊。赵大哥那个，你说我去当他来当我这个总干事，他说一天都16个小时，他昨天一整天礼拜天也是差不多16个工作小时。那当然你说他晓不晓得国昌要去的事情，他当场就跟记者讲，有啊，这个事情事先都有讨论过，一定会讲的。他们不要再见缝插针。我直到今天中午我才赶上来录影嘛，所以党内的事情，国昌跟这个柯文哲都是非常明确的，都是了解的。那这个现在很多人在什么一直在搞那个什么两个大太阳，一个党内有2个大太阳很好啊。你像刚开始那个赵大哥，你那时候在新党里面有几个很大的太阳啊，对不对？一个党里面有多一点人，像国民党现在人才很多嘛，整个党才会起来。现在反而是民进党找不到一颗大太阳了。你现在讲到民进党那些有以前那时候有象征性的，真的是很强的人，现在有吗？现在连那个台北市的市长都推不出来，这才是民进党很大的一个危机。好吧，陈昭姿到底要不要辞职了他辞职书曝光了，他当时是有写一个辞职书，但是柯文哲又加了几句话。柯文哲说呢，但必须完成代理孕母法案，民众党会把法案当作优先法案来推动。然后呢，柯文哲这旁边还签名柯文哲。陈昭姿这边签名所以换句话说呢，要等到这个代理的这个孕母这个法案通过了那柯文哲说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当4年呢？那4年后如果还没有通过，是不是要继续干呢？柯文哲说，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议题啊，我也没想到会拖这么久啊，谁知道拖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立法呢？而且呢，
民进党因为在骂他们、酸他们，柯文哲说我是好意找题目呢，希望降低朝野对立呢。你民进党在支持下，不是我们就可以合作了吗？那你们他妈笑我们干嘛呢？哦，那民进党党团就说不要情绪勒索我们，因为呢，这个陈昭之是说赖清德曾经答应，哦，柯文哲自己说赖清德有答应哦，推代理孕母哦。所以民进党说不要弄赖清德来威胁我们，不要来情绪勒索我们啊、哦。那另外呢，说能不能让绿白合作从这边开始？民进党党团说程序优先，没有什么合作不合作，按叫波来，按怎么样就怎么样。赖永平，这个代理孕母这个法哦，其实医界啦，或者是有一些单身人士呢，确实有这个期盼。那现在因为没有呢，有些不管是单身啦哈，或者是说女性不孕啊，或者是已经超过生育年龄的人呢，有些他们是到目前来讲是到美国去做哦，所以台湾也听到有一些不乏很知名的人士啊，或者是什么财团的家族的人士啦，都有听到，但是台湾内部的法令确实难以通过。那这里头有很多方面的讨论。那我现在只是单纯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就是民进党啊，他因为跟譬如说有一些反对代理孕母的推动这个女性人权的一些团体呢关系密切，所以你说要民进党因为这样的一个议案抓住了跟民众党能合作的契机，那他这样有没有把握说，当他去得罪一些反对人工生殖法的这个团体，也是民进党常年合作的政治力量，然后呢得到民众党是这个法案的支持，还是民众党因此以后其他的，譬如说刚才赖士葆委员分析的关于总预算的很多的案子，国民党跟民众党之前一直推动的各种在立法院的操作，他都可以因此得到破口呢？我觉得民众党也不大可能只因为一个法案，柯文哲对单一的立委的一个承诺，就全面性的从跟国民党合作变成跟民进党合作，顶多只能说缓和朝野气氛。那缓和朝野气氛，从目前来讲，我认为与其用民进党的角度，与其用这个法案来转换，还不如呢这个得到民进党台北市政府那个民众基层的期待，把卓荣泰弄下来去选台北市市长，换一个行政院长呢，可能比较能解套现在立法院的僵局。好吧，陈昭之这个法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看。陈昭之签的并非2年条款，当初柯文哲在他的辞职书上但属曝光要完成代理孕母法案，结果这项承诺让陈昭之在党内外腹背受敌。台湾民众党你知道是一个说到做到的政党，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答应人家的，一定会尽全力去完成。因为据我所知的赖清德也答应过陈昭之的，可是讲一讲就不了了之了。绿营不止审法案群起围攻陈昭之，网友也挖出过去他的争议言论，像是子宫就是工具，代理孕母有问题的胎儿就人工流产就好了等等。拒绝讨论的是民进党，拒绝，而且带他呼朋引伴，带很多人直接来攻击我。那大家也看到我那天就是撑住在那里，其实这种场合我已经撑住了20-30年了。主席黄国昌之前帮陈昭之辩护，提到他的留任与否是他和柯文哲谈，让绿营立委也有另类解读空间。直言黄国昌是故意把陈昭之留下来挨骂，因为他过去的立场和绿营交好。赖清德躲到哪里去了？不敢面对，背弃承诺。但是柯文哲答应了陈昭之，我们就会全力去推动，这个就叫做信守承诺。当陈昭之成为特例，前后任主席接力辩护，也怕赌上的决定是党的信誉。所以看起来代理孕母这个法案这个朝野，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每个党里面都有赞成跟反对的。因为宗教团体也有很多的意见，妇女团也有很多的意见所以这个案子真的要好好的大家冷静的，不要用攻击性，大家冷静好好来讨论了看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最大公约数了。休息一下再回来。
民进党今天开始做民调初选，哦，我觉得这点民进党是不错的。就不管怎么样，它有一定的这个制度，就教博给他按照制度走，制度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就现任优先，没有挑战者，这个就现任优先。有挑战者或者有不同，或者现任已经任满了，那协调不成就民调，就这么简单。哦，就不会扯过来扯过去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今天开始哪些地方做民调呢？台南市、高雄市、嘉义县，哦，特别是台南市、高雄市，哇，这竞争很厉害哦。台南市2个，啊，林俊彦、陈亭妃，高雄有4个啊，哦，那看起来赖清德是都有主意的人选啦，哦，但是呢，这个高雄比如赖清德主意赖瑞隆，台南主意这个林俊宪，那赖清德主意人是不是在初选能够胜出，对吧？听说明天就要公布结果了，哦，就非常快，因为做民调就1-2天之内把它做完，哦，就要公布结果了哈。那你看高雄明天要公布初选结果，高雄现在有4个人，赖瑞隆、邱意莹、林岱樺、许智杰。最早的时候林岱樺民调是很高的，但是呢，因为司法各种原因，加上看起来民进党赖清德并没有支持他，哦，现在变成赖瑞隆蛮前面的，那邱意莹也不错，陈水扁还帮邱意莹站台，哦，那另外呢，台南市就林俊宪跟陈亭妃，那这个陈水扁也帮陈亭妃去站台，好像王世坚也帮陈亭妃站台，所以各有大咖来支持哈。那嘉义县就是蔡意瑜跟黄荣丽，那另外呢，这个看起来是高雄很激烈，台南也很激烈哦。那到底谁会哦？这样每个都要卖萌对吧？要摆出各种姿态啊，有的要去像陈亭妃就脚踏车啊等等啊都不一样啊。然后我们看这个林岱樺，他把头发剪成这样子啊，3分，把它旁边就削平了，表示呢，这等于是背水一战了，一切都豁出去的了，就剪了3分头，哦，然后呢，这个你看哈，林岱樺原来是民调很高的啊，那现在呢看起来啊也被追上了，所以呢，为什么要短发造型？而且在他的大本营凤山大扫车，当然整个高雄都要扫了。林岱樺说要为高雄变得更强。哦，而且说呢，助理费我从来没拿过1毛钱进口袋。哦，最近的手机暧昧的简讯是假讯息。哦，就说呢，这个反正哦，就各种抹黄抹黑。那台南林俊宪跟陈亭妃，我刚刚讲陈亭妃哦也是这个到处去跑，然后呢林俊宪也很认真哦，哇，这个都你看王世坚去帮林俊宪站哦，然后呢这个帮这个陈亭妃站。那林俊宪那边也有大咖，周春米啊等等，帮他屏东县长帮他站，我们看一下。我信赖，但是不信邪，所以我来了。外号福龙王的立委王世坚南下帮参选人陈亭妃来站台。初选一旦恭喜吼，一个人孤军混战。更特别提醒，12号开始1连3天就要电话民调，当然也被拱出来唱这首主题曲。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坚定勇敢，坚定亭妃，大声说出来，我要支持陈亭妃，台南市长就是陈亭妃。另一头林俊宪周日傍晚也在永康办大造势，为义激情，林俊美。林俊宪找来绿营县市首长大咖来相挺，林俊宪还是守护台南第一品牌。有人为1通电话你输赢的呢，1000通啊你最要紧的。绿营初选陷入厮杀局面的还有高雄，民进党立委林岱樺周日以超短发造型亮相，引起注目。造型无非呈现的，为了高雄，岱樺要更强。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拜托所有的支持赖瑞隆的市民朋友，晚上6点到10点半，在家里固电话，守住赖瑞隆。今天当选，明天马上可以上工。拍戏出浑身解数，无人可掌握全部。真诚实力无争议，冥冥之中有定数。自己就是最真诚、最有基层实力、最没有争议。毕竟最后关头各派系选边站，新系议员集结陪同赖瑞隆车扫。另一头有英系跟永延会相挺的邱意莹，也有议员一块站路口。所有支持意莹的好朋友，务必要在家里接电话。邱意莹自诩最能延续陈其迈施政，高雄市长人选4抢1，结果就要揭晓。那亮君怎么看？
我想今天现在节目正在播出的当下，应该正在做民调了哈。今天是抽到高雄市所以应该明天中午这个民进党所提名的高雄市长就会正式底定那接下来就会是台南跟嘉义那当然，民进党的初选机制是非常完整。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刀光剑影但是我想我们的支持者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因为包含我自己也下去高雄好几次帮忙辅选那可以感受到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延续不管是高雄以及府城的执政大家都希望我们市长的候选人能够既快底定，但是我们推出来一定是最强棒所以不管在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我觉得当然各党各派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见缝插针啦但是呢，选民会做出最好的选择所以我想民进党传统就是非常好，最后大家一定会团结一致推出我们最好的人选。来，这个七凯你们怎么样？特别是高雄跟台南看起来都有点扑朔迷离因为老蒋我刚刚看到王世坚跑过去，他是芙蓉王搞不好那声势会拉起来。这个民进党在这个高雄跟台南都是激战的因为之前在台南很多人都认为说陈亭妃好像已经领先了，可这2个礼拜他确实这个林进宪有在往前在追赶这个状况。那特别我现在看到的。如果芙蓉王都去了，是王世坚去，他在台南我再有很多票，因为有时候在台南那边在聊天的时候，或许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不过我要提醒的是什么？现在不是只有看到说什么台南到底是陈亭妃出现或林进宪，或者在高雄本来赖瑞隆是赖清德力挺的赖瑞隆本来是领先，可是你看光是一个小孩子霸凌案，你看那个波折就有多大，看起来邱议员那个整个往前追的那个力道很大。可是我觉得现在台湾民众要看的不单纯只是民进党内部的，真的如果民进党这9年多这个执政发生了这么多弊案，而且都集中在以前搬个石头去就可以当选的台南跟高雄。民众这次不是只有关心他们，是不是更应该关心的是说用这个机会把这个人民，把民进党，把他用人民的力量把那个民进党可以拉回来。所以这段时间我倒反而觉得说，虽然已经开始要民调了，可是这些所有的这个民进党这些候选人，是不是要很清楚跟他讲说，我不是党意大于这个民意。我提醒大家去看一个东西很重要。这段时间行政院去砍了各个地方的地方补助款，台南跟高雄都是被砍得很惨的。你看现在是北基桃，你看蒋万他们出来说什么？我们来承担 TPAS， 我们钱就可以先付，对不对？我要问那南部 TPAS 或者某些社会福利，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第一个，你们是赞成行政院去砍地方的补助款的你们对人民有没有个交代？第二个，你们有像蒋万安他们说，现在被砍了，马上没有下来，我们自己要去承担吗？你都没有看到我觉得齐凯讲的才是核心的重点民进党的初选真的非常的热闹，可是他有直指一个真正台南跟高雄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腐败核心吗？我觉得这次民进党的候选人这么激烈，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反省到说，民进党是一个清廉执政、爱乡土的政党，结果现在高雄跟台南市在国人的心中变成是什么？变成是犯罪都市高潭市的代言词那个台南枪响这么多，案子也没有了结，然后台南跟高雄绿电蟑螂一堆，涉案的人呢都还有前市府官员，前高雄市的这个副市长，然后台南是前任的好多的局长。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的这2个问题，结果这一次竟然清廉的问题，竟然施政能力的问题都没有成为民进党这些初选攻防的主力战，特别是高雄，还有在自己立委选区到处发现垃圾山、垃圾堆，然后被挖沙石等等的，还在说我可以做很好的市长，然后彼此之间呢都没有针对这些问题来检讨反省，那更不要讲说高雄市政府才发生这么令人觉得让人极度痛心的受害少女的被政府工作人员的性侵案。那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看到民进党绿营的选将拿来好好的检讨，拿来讨论？他们都碍于什么？碍于说我需要陈其迈的支持，我需要陈其迈票。台南呢，就我需要黄伟哲的支持。结果你通通都要他们的支持，就他做的烂摊子，你都没有出来说，我如果是我这个烂摊子，我1、2、3、4、5怎么收尾？那民众有何期待？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说，如果一些国民党的支持者
真的没办法呢，你顶多接到电话就别打了啦。你今天在那边算计东算计西的啊，民进党反正出来的呢，只会去护住民进党的黑金腐败的体制，它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大家真正要做的，台南、高雄推翻民进党。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进党现在在台北市跟桃园市推的人都有遇到困难，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不管是蒋万安、张善政是有一届，还可以连任，那有些地方是任满了哦，所以呢，民进党就比较有机会啊。但是呢，要连任他就比较难，而且现任者都民意调查度、支持度都蛮高的。台北市本来一直希望王世坚出来，王世坚一直不肯，一直推荐别人。王世坚这次一下推了6个人出来，哪6个呢？卓荣泰行政院长，郑丽君行政院副院长，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吴思瑶这个党团的这个干部，庄瑞雄还有高嘉瑜，都说很好，说这个学养俱佳，才德兼备，是非常适合的台北市长参选人。但是呢，我不要。我不出来所以王世坚不肯出来。那因为呢，民进党原来也希望吴思瑶来选，但是呢，吴思瑶显然也吃了秤砣铁了心不选，所以传出来说赖清德希望卓荣泰行政院长亲征台北市，行政院长啊，对台北市很重视啊，而且卓荣泰他的中学啊、大学啊都在台北市念啊，吴思瑶说。我没有具体听到是要卓荣泰出来并没有听到，只是传出来而已所以联合报的这个评论就是说，到底是把卓荣泰当成吃他的豆腐当一个炮灰，还是真的这个倚天剑哇，这个剑一出哇，这个横扫江湖其他人都输在他的这个倚天剑下面。看一下。面对2026大选，民进党近期积极布局，外界相当关注首都台北市长的人选。传出党主席赖清德有意派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征，对此，立委王世坚周日受访时，对于卓荣泰给予高度评价。非常适合。当然，这就必须看卓荣泰院长他的意愿。那因为卓荣泰院长，我简单形容他就是学养俱佳，才德兼备。那不管他的学历、经历、资历，他来参选我们首都台北市长是最适合的人选。那当然，卓荣泰院长以外，我们还有郑丽君副院长，还有徐国勇、庄瑞雄、高嘉瑜、吴思瑶，都是非常的适合。那他们这几位人选都比我强太多了。台北市最强的还有好多位。那让最强的出来才是最正确的，不要到时候选输了再怪兵器不好，这个是不对的。永远都应该让最强的出来。王世坚强调，卓荣泰无论是在学经历还是政坛资历，都可以说是最齐备的人选。自己的立场则是让最强的人出来为民进党争取北市执政权，自己则完全没有考虑要参选。来，翟薇。我想，对于卓荣泰现在传出要参选呢，我很快就下一个结论：一个连内政都沟通不了，连总预算都通过不了的行政院长，凭什么主导台北市的未来呢？真的是把所有台北市的市民当傻子耶！我真的不懂。这个亮君等一下可能可以分享了，我也不知道现在民进党一些台北市的议员小街如何看卓荣泰这一号人物。卓荣泰，我认为他其实一开始他要出来选的传闻本来就已经很多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传闻呢？其实主要就是因为赖清德嘛，他跟赖清德非常好，而赖清德的决策圈非常的小，卓荣泰也是只有他少数几个可以相信的。那对于台北市是重中之重，现在民进党对台北市只有一个想法，而且这我也是内部听到，他们的想法其实简单来说，他们已经知道不会赢了，所以他们也推不出人选，但是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困在台北市，锁在台北市，不希望蒋万安有一个外
溢效应，让其他可能包含新北市民进党现在还有一些希望的县市，因为蒋万安的关系，所以赢得选举。第二个呢是也不希望蒋万安可以太早当这个国民党的母鸡，所以民进党在选对会上面，他唯一的一个这个目标就是希望提出来的这个人选要把蒋万安困在台北市。好，如果以民进党这个逻辑的话，卓荣泰真的是好人选吗？我真的不认为，但是我唯一支持卓荣泰了，包含这个之前所提出来的沈伯洋，我觉得都可以，你们就赶快提出人选就好了。但我最后一个想要讲的是，刚刚上一趴我们在提到的这个南部的选情嘛，刚刚大家都忘记有一个了，嘉义县是我们旗凯委员要去选的嘛。我嘉义市好我要讲的是嘉义县，我用嘉义县的例子哦，就真的让大家看到所有的民进党候选有多看不起人民。嘉义县蔡易余跟这个黄荣立在辩论的时候，你知道不是辩论这个政策，不是辩论市政哦，他们在辩论什么呢？蔡易余先酸这个黄荣立说啊，祝你72岁生日快乐，就是说他老的意思嘛。然后呢，黄荣立就说，哎呀，我体重控制得很好，就在酸蔡易余体重的问题。这民进党的候选人在这么重要辩论场合，把这种玩笑话拿到台面上去说，我认为不是只有嘉义、高雄、台南还有台北，民进党都陷入一个状况，就是完全看不起人民，只想要把人民当痉挛而已。来，亮君。我想现在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当然也希望说我们的总预算能够尽快来通过啦，所以我想短时间之内，因为我想台北市之前大家一直期待说什么时候人选可以底定，但现在其实不管是在高雄南部这边要初选，那包含说南投新竹，我们现在人选也都慢慢的要准备揭晓当中。那台北市的是好久点暗 day 啦哈，那最后才是登场，因为也是首都很关键哦。那但是当然行政院现在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希望能够顺利的将今年的总预算真的能够复委哦。那当然，卓荣泰院长自己的经历其实也是非常完整，他从台北市议员到立法委员到秘书长等等的，他行政、立法、地方的经验也都非常完整哦。那至于接下来台北市到底会谁出战哦，这个我刚刚讲了，最后就一定会派出我们最强的人选哦，大家静待我们最强挑战。亮君有没有宣布？我宣布参选议员连任。亮君我觉得出来不错哎，年轻漂亮又当市议员，对市政这么了解，他也是赖清德的属意人选啊，出来哈不会差的，而且将来如果就能选上的好，就算没有选上，将来选立委就是一个很好的条件，真的比那个卓荣泰更适合的人选已经出现了。我亮君今天提了2次总预算被卡住，我先提醒一下，总预算为什么被卡住？卡住的是赖清德跟卓荣泰存在他们一念之间，因为他们违法乱纪，他们把通勤族跟人民当肉票。本来帮军人加薪的钱，他1毛钱都不编；帮我们公教人员所得替代率、退休所得替代会到80%，他1毛钱不编。卡住的是他们2个，他们只要像去年一样，我甚至要问卓荣泰啊，去年也有类似的状况啊。这个公粮收购的钱没有编组，对不对？后来就白纸黑字嘛，我代表党团去协商，3个党3长全部签字，卓荣泰自己画押，说我马上就会追加。就刚刚赖委员讲的，你只要允诺说你这笔钱会补足。总预算就省了，所以真正卡住。亮君，我要提醒你，今天讲了2次，卡住的就是赖清德跟卓荣泰，一念之间，他们马上就可以把这个钱解开。好啊，另外刚讲，我也是强力支持跟推荐卓荣泰选台北市的市长。第一个，我一定要问他嘛，我相信很多台北市民要想问他，你为什么砍掉台北市那么多人民的地方补助款，捷运的钱也砍，对不对？连防洪治水的钱全部都砍哦。我觉得卓荣泰去台北市接受人民的这个料。第二个，刚才讲 T-Pass 这个事情，人家蒋万都讲了，必要的话自己都要垫钱的啊！中央有想到这个事情吗？你有从卓荣泰嘴巴里面听到他一句话说：“哎，如果有困难，我们中央先来帮他。”没有变成2极化。第3个更重要，提醒大家一下，去年总预算卡住的时候，他还去拜托什么韩国瑜、拜托在野党说赶快审，今年他全部都不做。我们就要问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卡住所有全国的总预算，然后让整个把人民当成这个肉票，你怎么对得起人民？所以我推荐他来台北市，好好跟台北市的市民讲清楚，他所有做的这个所作所为。你们通通推荐他就不会来了啦，有没有？人家赖清德推荐，强力推荐。卓荣泰作为一个行政院长，确实是一个不光彩的院长啦，因为在他任内呢，创下有史以来最多次的复议案，而且都失败。
然后呢，他甚至呢还违反了整个宪政的惯例呢，竟然不附属法案。所以卓荣泰呢，在行政院长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劣迹斑斑。那现在完全没有调和顶奶的这种作用呢，完全跟在野党对杠的角度，现在连总预算都没有办法，不要说审查通过，是连复委都有困难。那这样的一个院长呢，赶快下来。但是我实在必须说，赖清德如果是想利用他去选台北市长，解决这个宪政僵局啊，换一个行政院长，也许可以重启这不失为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必须就事论事的讲，卓荣泰他出身台北市，他政治基地在台北市，他确实是一个强将，他做过台北市立委，是啊，对啊，做过谢长廷的办公室主任，对，他确实是民进党的一个强棒。这大家都说卓荣泰适合来选，都没有啦哈。看起来就没有了，但是我们要看。你们都应该说他不适合，就来了。就看了哈。现在你看到，其实我知道，民进党很多人是希望王世坚的，因为王世坚可以还不错拿到，那他为什么不肯？年轻票他就在攻一点输威啊。不一定哦，选举太怎样？他就讲了不是吗？说他不愿意再输给老蒋的后代，讲这个话呢，就是他就知道说。王世坚等于这样说，他讲实话，说这一局民进党一定输，蒋万安要赢多少而已，蒋万安应该会赢。不过这什么关系？陈水扁也输过，还选上总统嘞。对啊，说不定这个总统再选一下，输了如果没那么差，下一次选总统啊，说不定这个样子啊。这个很难讲啊，这个很难讲。但是大家认为说卓荣泰那时候请他当这个行政院长，就是他调和顶奶，他很会沟通。结果问题来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的时候没有，每天都吵架而已啊！我就咨询就问过他，列军不准，他不敢回答。